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。看着眼前的这个海景，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呢？频道的老粉们，不妨给自己个测验，猜猜看，这里是北海道哪一段著名的海景公路吧？没错，这已经是单体不止一次经过这条公路了。在前年的道北行以及环岛之旅当中，单体都曾经正走以及逆走过这条海岸公路。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 Ororo Line。Ororo 其实是一种海鸟，体长约40到44公分，体重约1公斤。应该算是一种中大型的鸟类吧。主要的栖息地为道北的日本海沿岸，不过近年来因为一些环境的因素，导致这种海鸟的繁殖数量大幅缩减，甚至一度达到了生态危机。所以在其主要的栖息地天麦岛邻近的渔幌町沿岸，就有设置了巨型的 Ororo 模型，也算是吸引它们过来栖息与繁殖的一种保育方式。我想大家在经过这条道路时，应该都会看到吧。好啦，很可惜，单体今天并不是来赏鸟的，一路经过石狩、后田、流盟，到达渔幌，也距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出山别村不远了。出山别行政区分为村，就可以知道这里是个不大的小村落。全村的总人口约只有1068人。村内分有出山别、丰甲以及有名3个集落区。不过大多数人口主要还是都集中在出山别这个区域。虽然说是集中啦，但单体就这么在村内绕了几个圈。除了主要干道 Ororo Line 上来往的车辆，弯入世界地后，路上几乎是没有行人，车辆极少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炎热的酷暑，大家都不打算出门呢？而来到有点像是观光协会的自然交流中心，其实好像也拿不到什么特别的资讯。于是单体就决定瞄一下世界地的地图，打算在前往今天的目的地露营场之前，先来出山别市区闲晃一下咯。出山别这个地名应该是源自于アイヌ语中的ソサンベツ，意思是由瀑布流出的水所汇集而成的河流。虽然在大多数的地方晃了一圈，单体是没有看到有瀑布的影子，但倒是发现了一些卖海鲜以及干货的店面。绕了一下里面的物产，大概就可以知道出山别主要应该是以渔业与相关加工产业为主。这边最有名的制品，除了太大罐单体不敢买的拉面汤底之外，就是一些活章鱼以及章鱼的加工产品了。刚好今天单体也是来露营的，有锅又有火，对这些章鱼当然就不客气了。采买好了章鱼，也在邻近的渔幌町补给完露营的食材，我们就正式踏上整个出山别村最有名的景点——小山别子岬台公園キャンプ場。这个露营场有2大区域，一边是位于道路休息站左侧的无料营位，另外一边呢，则是位于右侧的 Autoキャンプ場。如果还不清楚日本露营场如何区分营位的，也欢迎看看单体之前的影片。这次因为全身的重装，所以单体选择了右侧的 Auto Camp 丘，毕竟车子可以直接停在营位旁，
对于丹提这样的老人来说，还是有更大的吸引力呢。这个露营场之所以是出三别最著名的观光景点，主要是它位于海峡之上，无论是哪个营位，只需要稍微站起身步行一下，甚至从自己的营帐内都可以看到绝美的欧罗罗奈海岸线。且由于正向西方，更是能够完整的感觉到太阳西落的整个过程，从光影的移动、色泽的变化、火红又朦胧的海面夕照、海面微微露出的余晖，各种环节都能够一次满足。如果是喜欢看海岸夕阳的人，这个露营场绝对是你的天堂。架上属于自己的烤炉，水煮穿烫着刚刚买来的活章鱼，在红橘色的光线笼罩当中，点上一杯啤酒，吃肉，喝酒，享受进入黑夜前的美好一刻。这个时间应该就是出三别村最大的卖点之一吧。海岸线的早晨，在伴随的潮汐中醒来。老实说，海鸥与乌鸦绝对是在海边露营的天然闹钟。虽说有点扰人清梦，但这就是自然吧。早餐之后随意走走，露营场的正下方就有个海水浴场。也许是接近中午时分，似乎没什么人的样子，但既然来了，一定是要踏踏水的。这时就真希望有点风铃声来搭上这海水的咸味。而走在出三别的路上，如果仔细观察，我想一定能够发现，在路灯或者是招牌上都会有着星星的标志。没错，如果你是一位热爱观星的人，这里就是北海道最著名的观星景点之一。就是只要来到出三别这地方啊，就一定要来的景点。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夕阳吧，这边风甲金比罗宫是个可以看到海上鸟居跟夕阳，可能还有星星的地方。结合着出三别两大名景，夕阳与观星，最有名的点就是位于海峡下方的金比罗神社了。这个神社当初是为了减少海难而建立，配合着海甲上的灯塔，这里对于出三别的渔业就是神圣的守护之地。
而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，金比罗神社建立于海中，朝向正西的海中鸟居。当与落日结合的那一刻，便是按下快门的奇迹一刻。好，那其实大家都散了，因为今天下车已经有点多，所以应该不容易看得到夕阳掉到那个鸟居正中间的感觉。可惜的是，今日海平面上的云层颇厚，丹提实在是无法捕捉到这奇迹一刻。但怀抱着一点希望，我们坐在岩石上，听着潮汐，缓慢的等待落日余晖完全消失的时刻。巨蟹座在这里啊，看你。夏天的星座，巨蟹座。说是如此啦，但丹提终究是没有等到那一个时间。在出山别，只要站在夏季时节的海甲上，你就能够看到展示在你眼前巨大的北斗七星。而与夕阳相对照的有个奇迹时刻，那就是北斗七星落在金比罗神社鸟居上之时。此刻神秘又庄严，也是丹提心中一直想要追求的梦幻写真之一。那很可惜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满满的都是云，所以即便要拍星空，感觉也有点难。无奈今天的云层真的太厚，厚到即便我们进到海甲上方的天文台，也看不到远方的一颗星。不过顺道一提，这个天文台还是很值得来的，里面的望远镜非常的专业，至少已经是丹提只能觉得酷，但超出理解范围的那种专业。而且这里也曾发现过小行星，还获准用了出山别这个名字来命名。而这么一个地方，进来竟然只需要200日元，便能够入内使用，有点像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望远镜，探索星空，真的非常的佛心。所以虽然今天是遗憾的，但只要下次再有机会踏上欧罗罗奈的旅程，丹提一定会在出山别的夜晚再次的稍作停留。最后来碰一下运气，感觉还是有一点信心的。哇，好暗啊！这次比我去拍尾花甲那次还要暗。不过超美的。这个方向其实是北斗七星，但可能大家都看不到。出山别这样一个小村庄，位于欧罗罗奈的必经之路上，丹提认为是个很值得特别造访的小镇。如果你是夕阳与星空的爱好者，更是强烈推荐你留宿一宿。村内唯一景点的 Misaki Taigoe 功能完善，有露营场，有道路休息站，也有温泉旅馆可以盥洗，甚至还有车泊用的展望停车位。无论是露营或者是车宿的人，都能够简单便利的使用。邻近的渔晃也有大型的超市，在食材的补给上更是不成问题。大概唯一要注意的点是，这里并不提供垃圾的清理，自己制造的垃圾要自己带走哦。
总之，出山别村绝对是到访道北你不能够错过的小小村落，在这里隐藏着许多的北海道绝景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作为大家在旅途规划上的参考。我是北海道知识单题，如果你喜欢北海道的小镇系列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想去看哪个小镇。那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题会员都在币下面棒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题满满的感谢。